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选修台大 MOOCs 材料力学这一门课。如果学着去怎么盖一栋房子曾经是你的梦想，那非常恭喜你，你已经选对了课了。今天是我们这一堂课的这整门课的第一个影片。在这个影片里面，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一门课里面大概会包括哪些内容，重点是什么。但是在开始介绍这些重点之前呢，我还是想先让大家知道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学这一门课。如果我们以这样子的一个模型来看的话，这是台大土木系大一的同学，那他们的一门课里面去做出来的一个模型。那我们给他们的要求是，希望他们建造出一个3层楼的停车塔。所以其中一组同学呢，他们就非常有创意的，用了蝙蝠侠的造型，然后结合这个是一个对于结构耐震有帮助的阻尼器，然后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停车塔，3层楼，然后这些旁边看到的就是车道。不过我主要是想要拿这样的一个模型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一栋结构物它可以很稳定的站在这边，就好像我现在站在这个摄影棚里面一样，我的重量是被平常的这些楼板所支撑。楼板呢，它又把我的重量传到在它底下，像这个横的这个东西叫做梁。楼板把我的重量承载到梁上面，然后呢，在3楼这边的梁，它再把收集到的这些重量往旁边的柱子这边去传。3楼的柱子再把这些重量压在2楼的柱子上面，2楼柱子再去加1楼的柱子，然后呢就可以很顺利的把我的重量放到基础上面去了。如果这整个我们叫做传力路径，它都是很顺畅的，而且在力量所经过的每一个构件上面，那个构件都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力量吃下来，不会说不够力然后就坏掉。那这样一个完整的传力路径就可以帮助一个结构物很稳定的站立起来。我们再换这一个桥梁的模型，为各位介绍另外一种传力路径。桥梁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结构形式。那这一样是台大土木系大一的同学他们所做出来的模型。在这边呢，有时候大家路上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种桥，我们通常这个是被叫做斜张桥。当桥面板上面有车辆或行人的时候，他们的重量就会透过桥面板，然后拉动这一个 cable， 然后 cable 它本身就受到张力，把这些重量传到这一个桥塔上面，然后桥塔由 cable 收集了这些力量，再往下传到基础上面去，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的传力路径。如果大家有时候看到更常见的一种桥呢，它是没有这些 cable 的，它只有一个梁横跨在这边，然后行人就可以通过。那种情况，那一种就叫做梁桥。所以从刚刚的2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一个结构物它能够稳定，就是要确保它整个传力路径的过程里面的每一个元件都是 OK 的。既然我们要确保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就必须知道不同的结构杆件它到底是吃到什么样的力量，这个杆件的材料本身受到的挑战是什么。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在对的地方提供对的材料。拿这一个结构物来讲，我们看到 cable 它就会承受很大的拉力，而这个桥塔它因为被两边的 cable 往下拉，它会受到很大的压力。那这些拉力跟压力，我们就在材料力学里面就把它叫做是轴向力。除了轴向力之外，刚刚讲如果是没有这些 cable， 而是一根梁横在这边，这是一个梁桥的状态的话，我拿一本书来说明，如果你两边被撑着，然后重量在上面，这一个结构元件本身，这一根我们叫梁本身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弯矩。所以轴向力跟弯矩是很常见的2种结构的外力。轴向力、弯矩、扭矩、剪力，这些是我们常见的外力形式。这一堂课里面呢，就是希望告诉各位，
不同的结构杆件，当它受到这4种主要的外力形式的时候，在那个杆件本身的材料会产生什么样的受力的挑战？还有很重要的，除了受力之外，它的变形会是什么样子？当我们掌握了这些讯息之后，工程师他就可以知道我要怎么样在结构物里面合适的位置放多少数量的材料，用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够让我的结构物好好的站起来，而且达到一个很经济的一个设计。讲完了外力的形式，大概有这4类之外呢，那这些外力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可能是因为在上面固定结构体本身它就是有自己的重量，这些我们在结构上面把它叫做呆载或者是静载重。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家具啊、人员走动这些，或是它可能是一个仓库，它会有很多货物被搬来搬去，那这些我们叫做活载重。它有可能尤其是在台湾，我们夏天会有台风，它有可能是有风力的载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力的来源。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外力来源就是地震力。台湾位处环太平洋的地震带，我们受到大地震的威胁非常的高，所以呢，所有在台湾的结构物都是要经过耐震设计的。大家想看一看这一栋模型，如果是遇到地震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吗？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一段影片。大家刚刚看到了这一栋模型，它放在正龙台上面进行正龙台试验的一个状况，那个摇晃是非常剧烈的。那柱子呢，它除了受到很大的压力之外，在那个情况之下，它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弯曲。解释完外力的这些成因，还有它们所带来的这种不同的外力的形式之后呢，就可以回到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一门课的目标，还有我们即将要 cover 的重要的内容会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这一门课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学到结构杆件它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内部材料的受力跟变形到底是什么样子。其中的受力就包含我们讲的4大类：弯举、剪力、扭举跟轴力。当大家清楚这4种外力在结构物上面的材料带来的变形跟受力的挑战之后呢，大家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武器，去决定我要把我的材料放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学到很简单的做结构杆件的设计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这一门课呢，它其实是钢筋混凝土设计、钢结构设计还有木构造设计一个非常必要的入门课程。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把材料力学学好的话，当你再去学这些钢结构、木构、钢筋混凝土的设计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我们这一门课呢，主要的授课对象是土木系还有建筑系的学生，还有相关的从业人员。其实呢，工学院的学生有很多系都是要修习材料力学的。那我们这一门课里面的内容呢，其实也可以帮助到你们在学校里面的学习。当然，如果你一直很想知道工程师他是怎么样做结构的设计的话，那也非常欢迎你来修这一门课。